每天20分钟读一本有声书，让努力事半功倍。今天读的是《大数据时代》。我们都知道啊，在发明计算机之前呢，收集和记录信息是一项艰巨而费时的工作。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呢，我们要全国范围内做一次人口普查，根据美国宪法呢，每隔10年需要做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历史上1880年做的这一次人口普查，历经了8年才完成，并且公布了结果。这就意味着人口普查数据在公布的时候早就已经过时了。但那是过去嘛，那是一个出门基本靠走，通讯主要靠喊的时代嘛。可是现在随着电脑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信息可以自动收集，速度更快，存储成本更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数据的时代到来了。那现在的人呢，一聊天呢，都喜欢在嘴上挂点高逼格的词儿啊。那比如说动不动就讲到大数据这个词儿，哎呀，这还真是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词语啊。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大数据呢，您都不好意思出门啊。但是大数据究竟是什么呢？大数据是通过海量数据获取和海量数据分析，从而得到洞见、发现机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2009年，谷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大数据例子。他们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他们是如何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搜索情况来预测流感的爆发和监控流感的蔓延。他们比较历史数据，根据2007年和2008年流感爆发时用户搜索的时间和所在的位置，发现可以把45个关键的检索词建立在一个预测的公式里，并且和官方发布流感数据强相关，从而来预测流感的蔓延。那这个可厉害了啊！在这个研究报告发表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啊，一个新型致命性的流感就爆发了。这个呢，就是甲型 H1N1 流感。谷歌的预测系统马上行动，给公共卫生官员呢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当时比政府的统计数据更加有用和及时。随着互联网公司，比如说像脸书、Facebook 和推特这样的公司呢，以及智能设备的兴起和普及，我们熟悉的东西啊，比如像我们的朋友关系啊、目前的状态、各种评论、喜好和地理位置，都被存储为可以分析的数据。这个世界的人、物和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数据化，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发现有价值的洞见。在这个趋势下呢，我们会发展更多创新手段捕捉数据。我们以前可是想都没有想到过有这么多的数据来源呢。你比如说，有来自日本工业技术方面的一个例子啊，他们在汽车的座椅内呢装一个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驾驶员在座椅的各个位置的重量分布啊。这项研究呢就显示，该装置呢可以精确的感受驾驶员重量分布信息，因此呢可以作为一个安全装置，通过驾驶员的重量分布识别是否发动汽车。那不是你这个驾驶员的屁股坐在椅子上，这辆车子根本就不会发动。其他公司呢也已经开始意识到数据化的潜力。你比如说，这个苹果公司在2009年就申请了专利，用户使用他们研制出的一种耳塞，就会自动测量血氧、心脏速率和用户的体温。啊，类似的例子还有啊，你比方说这个 IBM 在2012年呢获得了触感地板的专利，他们研发的这个触感地板呢，能够监测到踩在这个地板上面的人的各种信息，你比如说行走的方向啊，有多少人等等。这些例子表明呢，研究人员呢可以通过不同信息来源获取以前被我们忽略的数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分析我们在互动行为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数据，得出有价值的洞见，开发创新的产品。我们要知道，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时代之前，这个信息呢是很难收集和记录的，因此呢我们只能收集很有限的信息量，也就是样本信息，然后尽可能的用样本信息来解释整体。你比如说，假设你想为即将到来的地方做一个选举，进行选民的电话调查，显然呢你不可能给所有人打电话嘛，电话费也很贵吧，对吧？所以呢你打电话给几百个人，并且假定他们的回答已经反映了全体选民的意见。这种方法呢被称为样本调查，你从所有的数据当中取一个样本，并希望它能代表整体。但是在你调查之后，如果一个记者问你，让您预测特定人群的选票情况，例如啊，你比如我要看公务员的选票情况，于是你翻翻数据，会发现你只调查了10几个公务员，样本很少，因此你不可能做出非常可靠的预测。然后您被问到一个更具体的群体比如说30岁以下的公务员群体，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只调查了一个30岁以下的公务员，所以你不能做任何的预测。这是样本调查的内在问题啊。
当你的调查数据指向越来越少的特定人群，很快就会发现你的调查不足以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世界里，信息是非常容易收集的，因为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入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获取所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做大数据版本的选举调查时，你有可能得到所在城市几万人，甚至可能是每个人投票偏好的信息。这使得你能够在数据上放大到无限，细分到任何特定族群。在20世纪80年代 IBM 曾经尝试一个语言的翻译程序，工程师呢有一个新的想法，他们决定放弃使用语法规则和字典的标准翻译方法，他们输入了大量翻译文本的样本和例句，让计算机依靠统计概率计算需要被翻译的单词或者短语。那个时候的 IBM 工程师们决定使用大量的高质量数据，但是取自有限的样本。他们使用了加拿大议会文件中的300万条官方翻译样本作为翻译匹配样本。这个项目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初步结果，但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该系统可以对最频繁使用的单词和短语提供可靠的翻译，但是对于那些不经常出现的词语翻译并不可靠。虽然有着高质量的数据，但是这个系统还是失败了。问题就在于数量，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数量支撑嘛。所以说，当我们只有数据的一小部分时，不准确性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想知道罕见事件的结果时，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不常发生的事件可用于分析的数据非常少稍微有几个数据不准确，就会发生很大的预测偏离嘛。但是当我们拥有的数据显著的提高时，个别数据的不准确对结果的影响就会很小了。在 IBM 尝试失败后不到10年，谷歌决定用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翻译问题他们决定用一个更大的数据库，即是整个全球互联网。尽管它的数据呢可能会有一些质量问题，他们的系统呢遍布了全球的网络，任何翻译都可以找到，数量达到了数十亿页文本，哇，好多。尽管呢有些数据质量不高，但是由于绝对数量够大，所以使得这个系统的翻译呢比任何竞争对手的系统都要准确。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大数据让我们可以容忍某些数据的不准确性，因为海量的数据可以消除这些不准确数据的影响。当你想购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你会如何挑选才会确保不会买到有缺陷的车呢？你可能会考虑车的使用年限车的里程、原产国以及品牌、型号这些选择标准都显得非常合乎逻辑但是你会兼顾车体的颜色吗？2012年，在一次数据分析的竞赛当中，比赛选手都接受了一个类似的任务，他们的相关性分析都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橙色汽车比其他颜色的汽车平均缺陷率少了一半。毫无疑问你自己都在问自己，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人类的天性就是好奇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并且发展理论依据。但是大数据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我们不需要发展一套理论去解释因果关系，然后测试这套理论，反而所有的数据会自动分析，找到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相关关系。那么以之前的二手车为例我们仍然不知道车的颜色和缺陷率背后的因果关系，但让数据来说话，至少可以提供相关性的参考，而且实际操作中可以参考这些相关性。IBM 和安大略大学做了一项研究，来帮助医生对早产儿做出更好的决策。他们希望通过分析婴儿的生命体征数据，在一些症状发作之前，通过观测这些体征的微妙变化而判断感染情况。与直接相反，研究显示，婴儿在严重感染之前，他们的生命体征保持得非常稳定，就像暴风雨前的一种平静。这项研究之前呢，如果婴儿生命体征非常平稳，医生呢会一直无动于衷。但有了这些发现，现在他们就能够提供更好的预防和治疗。那么当企业收集数据的时候呢，他们一般都会考虑这个数据的具体的用途为了财务报表收集销售数据，工厂监控产量以跟踪生产效率，网站追踪网页的鼠标点击来优化其客户的用户体验等等等等。想想也是嘛，银行同业支付系统，也就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简称斯威夫特那么它收集和处理数十亿条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以便提供准确的客户记录。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该协会收集到的数据二次应用比最初使用目的更有价值。你比如说，斯威夫特发现他们的支付数据与全球经济活动关联性很高结果呢，该公司目前提供高度准确的 GDP 预测，这些都是基于其交易数据而获得的意外惊喜
利用互联网搜索数据是二次应用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搜索在履行了其主要功能，也就是将搜索结果返回给用户之后呢，表面上似乎就没有多大价值了。但是有些公司，你比如说100利公司啊，这是一个百货公司，那么他们这家公司呢，却充分的挖掘这些已经使用过的搜索数据，来帮助客户来了解他们潜在用户的口味和市场趋势。对于任何一家零售公司来说，这可就是一个金矿啊。类似的例子还有，那你比如说移动电话公司从他们用户的实时通话位置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有许多潜在的应用。你比如说从监控交通流量到推送基于地理位置的广告。所以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精明的企业和个人利用大数据潜在的二次应用价值，运用在设计产品和系统改进方面。说了大数据是多么好多么好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嘞？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处理数据，拥有海量的数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那反过来，如果您没有拥有任何数据，或者您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它，拥有数据分析的技能和工具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然而有些人既没有数据也没有分析能力，但还是可以在大数据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利益市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人的成功关键是他们有一个大数据的思维方式，他们可以识别哪些数据值得开采，对于哪些人这些数据有价值。虽然这样心态的人未必有数据或者数据分析的能力，但是他们善于察觉机会，并且在别人行动之前就先走了一步。有一个叫做布拉德福德·克劳斯的人，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他跟他的一帮朋友创立了一个实时航班延误预测网站啊，就是我们知道的 Flightcaster。在咱们中国前些日子呢，也有个叫非常准的软件嘛，对吧？跟这个差不多啊。这个网站的人呢，就会分析飞行的时间和气象历史记录，结合一些公开的数据，预测美国各地的航班延误情况。他们的预测非常的精确啊，即使是航空公司的员工也要参考他们的网站，了解自己即将飞行的航班情况啊。还有比如你像这个价格预测创业公司的 Decide.com 是另一家基于这些原则来构建的公司。他们的计算机系统呢，从各个电子商务网站的400多万种商品交易当中呢，记录了250亿条报价单。通过分析这些价格信息呢，他们不只是为用户提供最便宜的价格参考，而是预测未来价格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提醒这些用户在最佳的时机来购买这些商品。这个公司呢，后来在2013年被这个易贝给收购了啊。很明显呢，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数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数据的潜在价值，并试图分析利用。任何个人和企业只要有一个大数据的思维方式，都可以赶上这次大数据的淘金盛宴。如果你玩过一种棋盘线索游戏，也就是妙探寻凶游戏啊，你会知道单个碎片化的信息呢，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当你手上的这些信息与其他人的信息一结合，它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信息，从而找到线索。这也适用于数据组合，一些数据只有当与其他数据结合时才能体现其价值。通过分析新组合的数据，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比方说，在这个2011年，丹麦的一个研究小组就证明了这一现象啊。他们结合癌症患者和用户的手机使用记录，不仅能够了解手机的使用与癌症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发现，如果更多的使用手机，是否会增加患癌的风险。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不仅仅是一些样本数据而是研究了几乎所有癌症病例记录的国家，这样也消除了其他不可靠数据的影响。你比方说这个教育和收入啊，尽管呢该研究非常的全面，但并没有受到太多媒体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该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使用手机和癌症有关系啊。那么刚才这些例子呢，讲的是组合不同类型的数据，其实组合相同类型的数据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创造附加值。你像这个总部设在西雅图的交通信息服务公司 INRIX， 那就是基于这个原理，他们收集来自汽车制造商、运输公司和司机使用手机 APP 所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对于原始数据持有人是没有多大用途的，但是组合所有的数据， INRIX 公司呢就可以得到实时交通数据，发布交通信息，从而收取用户一定的服务费。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多数企业呢，会根据用户反馈，从而提升产品和服务。传统意义的用户反馈呢，非常耗时，而且需要收集到一定的数量级的时候才有意义。但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呢，信息可以即时获取甚至是自动获取
而且花费的精力呢少得多啊。聪明的公司呢已经在跟踪我们网上的一切行为，其中包括我们如何移动鼠标我们浏览各栏目的时间这些信息呢被称为数据尾气，这个跟汽车尾气是一样的，叫数据尾气。那么这些数据尾气呢可以回收用于优化产品设计细节，比如按键的大小和位置等等谷歌呢是回收数据尾气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嘛，用户的搜索查询甚至他们的错别字呢都被用来创建一个拼写检查和自动纠正系统。谷歌在所有软件中都会提供这两项服务。我们与网站互动的越多，排放的数据尾气就越多。Facebook 呢就通过自身丰富的数据尾气发现，如果用户刚刚看到一个朋友发帖，他们很可能跟着发帖或者回复，所以 Facebook 完善了网页设计，更加突出了朋友之间的互动那么像网络游戏其实也一样啦，那比如说社交游戏公司金阁就是根据用户在线行为来改进用户的体验。如果发现很多玩家放弃游戏中的某一关，这个金阁呢就会调整该游戏这一关的这个难度来提高玩家的体验。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掌握数据循环利用技术，并且用于改进自身系统，任何公司都可以提升用户体验。目前的网络用户呢，在使用之前都会签署一项很长的用户协议。但是说实话，有谁在点击同意之前呢，仔细阅读过这些条款的因为呢，那里面写的文字呢，乍眼看上去就像是老太太的裹脚布，是又丑又长嘛实际上呢，在那里呢，就存在着目前法律规定的隐私条款，要求公司告知用户哪些信息被收集了并且用于什么目的，然后呢，用户呢再确认是否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收到很多此类的弹屏确认这个确认了那个确认是否允许如果公司希望分享他收集的数据通常使用匿名嘛，也就是在发布数据之前呢，剥离出任何个人信息来保护个人隐私。虽然这些方法目前行之有效，但为了加快收集和使用数据呢，有些方法呢很快就要过时了那为什么呢？首先呢，隐私条款阻止公司对数据的二次应用你试想一下呢，你的公司已经收集到了用户数据，过一会儿稍后这发现了一个新的更有价值的应用，在现行法规下呢，你的公司在应用数据去实现一个新的目标之前，必须征得每一个用户的同意嘛。虽然现行法规的意图是明智的，但它在一个大数据的世界里，已经极大的阻碍了公司的效益。第二，大数据提供如此详细的信息，那可能会揭示匿名用户的身份呢，而且会在这个揭示的过程当中透露我们这些用户的敏感信息例如2006年美国在线公布了一堆以前的匿名搜索数据，希望研究人员呢能够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见解。几天之内纽约时报就已经成功的识别了这名匿名用户，他的真名叫做塞尔玛·阿诺德住在佐治亚州利邦市，是一个62岁的寡妇。当我们沿着大数据之路快步前进时，目前的工具无论是法律还是技术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与时俱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部好莱坞大片叫做《少数派报告》，阿汤哥主演的非常精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高清版的看一下这个电影呢就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的预测呢已经变得如此准确在罪犯有机会作案之前呢，警方就能逮捕到他们。人们被关进监狱了之后，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违法的事，而是因为被预见将要采取违法的行动那虽然电影呢是一部科幻片，但实际上呢，电影中人类行为的预测已经应用于某些社会决定了举个例子超过一半的美国州假释委员会会决定囚犯命运的时候呢，会依据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预测，判断这个囚犯重新犯罪的几率从而决定是否给他假释的机会。那么警察部门呢，在美国也越来越多的转向警务预测以便合理的分配警力。他们会挑选有犯罪特性的个人，从群体和社区进行分析你比如说这个贫困失业吸毒的人群他们就会对这类人进行更多的审查。类似的分析呢，也将应用在国家安全上，这里就不多说了然而呢，如果在使用不当这些方法呢，可能导致歧视和权力滥用问题。如果您因为您的种族、熟人和背景就说您有恐怖分子嫌疑，从而被逮捕，您会感觉如何？虽然大数据里面的更多细节分析呢，可以尽量的减少这些问题，避免针对个人和某一群体，但这种趋势是危险的，因为这个趋势会折断想象的翅膀，扼杀精神自由。比如嫌疑人只是因为有犯罪动机而被逮捕患者呢因为可能付不起医疗费而被拒绝治疗，或者公司员工因为动机不纯就被解雇了这些都是以预测为依据，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在法律的框架内，我们已经尝试通过预测来指导决策，但是我们需要警惕，避免走向极端，侵犯
个人。由于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多的考虑用数据来提高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能力也蕴含着潜在的缺陷。那我们刚才说了大数据半天好话啊，但是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大数据的缺点。首先，并不是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适合量化。那量化呢，会让我们忽略真正应该抓住的东西。比如在教育领域里，考虑引进标准化考试啊，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难道就能真实的反映我们所期望的教育质量吗？其次，不恰当的使用数据可能会导致我们奖励违背初心的行为啊。标准化考试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嘛，因为以考分为衡量标准，导致教师和学生只注重提高考试成绩，而不是提高教育的整体质量嘛。最后呢，过分强调以数据为导向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不准确或者不可靠的数据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啊，这也不是没有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美国越战时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瓦拉啊，他以敌人伤亡人数来衡量这个战局进展，并且完全依赖这个数据来制定军事战略。后来这个数据严重的困扰了他的决定。实际上战场是非常混乱的嘛，你怎么可能核实敌人的伤亡人数？事后证明，前线人员报告了不可靠的数据。讽刺的是，前线指挥官不得不这样做，以便取悦他们的上司。你比如说像麦克纳马拉这样的啊。由于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见解，我们可能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如果我们不承认它的局限性，过于迷恋数据，不验证数据的质量，完全以数据来管理和指导我们的行动，那么大数据就会导致弊大于利。读过这本书之后，您会发现大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数据的用途。我们应该及时调整思维方式。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海量数据的收集、共享和组合创造价值，开发新产品或者提升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警惕不恰当的使用大数据，失去自我判断，过分强调以数据为导向，过分依赖于分析、预测来控制和惩罚人们。